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本周的周四、周五，就是9号和10号这2天呢，美国邀集全球110个国家举行的那个首届民主峰会呢，就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尽管美国呢从未明说他举行这样一次峰会的目的是要针对哪个国家，但是呢，全世界所有国家其实都心中有数。这就是美国针对着中共而来的第一次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诸侯会盟，对吧？其实中共他自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甚至可能他还是有点心下窃喜的，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呢是急不可耐的就抢先下手了。在上个周六和周日这2天内呢，分别由国新办和外交部呢就推出了2份报告。冲着这个民主峰会以及主办国美国就猛烈开火了，自动对号入座民主峰会头号敌人这个身份。按照这个粉红五毛门一贯的逻辑呢，就是能够成为囊括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民主国家联盟的这个头号敌人，这实质上是等于承认了党妈的实力的强大嘛，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全世界有近200个主权国家，没有获得出席本次民主峰会邀请的国家呢，还有一大堆呢，包括那个实施了已经近30年选举制的俄罗斯在内，谁都没有呢多说一句话，大家都是该干嘛就干嘛。唯独呢中共是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可以显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机会来了，所以呢是要抢先跳出来当街摆个 pose， 然后呢几指叉腰，口沫横飞的开骂，俨然一副领袖反美群伦者舍我其谁的这么一个架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民主峰会它还没有开始，其实这个结局我们已经大致的可以看清楚了，就是这次峰会它将会成为美中新冷战的集结与反集结、围堵与反围堵的一个分水岭。同时呢，拜登政府在今天是刚刚有正式的宣布了，就是要外交抵制冬奥会，这个也很可能会成为本次峰会的一大焦点议题，也将成为北京冬奥会它究竟会开成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和大家简要的讨论一下中共这一系列的反围堵动作，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聊一聊中美之间这一波鏖战它会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在上个周六，也就是12月4号的时候中共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就在上午呢有举行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民主的发布会。与此同步进行的呢，他们是有发布了这个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呢超过2万字，总共分为5大部分。其实它只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了论述，就是中国式民主是由中共所领导的全过程的人民民主，这个才是最真实管用的民主，它将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等等。那么到了第2天周日的时候呢，中共外交部也来发布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题为美国民主情况，也是分为3大部分。它也只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进行的，就是痛批美国的民主是如何的虚伪，如何的早就已经走入了乱象末路，不但害己而且害人等等等等。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对照一下这2份文本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2者他们在开头和结尾有3点最主要的这种归纳总结，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第一点呢，就是他们都强调说这个民主不是某国的专利，实现民主呢有多种方式，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第2点呢，就是他特别强调说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呢，关键是在于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然后呢，就是中共官方那个多次强调的说，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等等4个就是要看什么什么，更要看什么什么的那个固定表述。
第三一点呢，相同的呢，就是他强调说，国际社会应该要这个超越分歧，共同来实现这个人共体，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这个是为世界的未来指明方向的唯一的康庄大道了。那么对于第一点呢，可能有不少朋友啊都是比较熟悉了，就是说这个全过程民主的提法呢，它是习近平早在2019年视察上海的时候就有提出来了。在当时啊，我们就在节目中和大家有分析过了，就是他这是想要争夺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共啊，他现在反复的在强调说，实现民主的方式呢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千篇一律的。他强行的指鹿为马，把自己的这个集权专政，他也披上了一个特色民主的外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诡辩术了。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啊，民主尽管它在各个国家具体的制度表现上它是有一些差异的，对吧？但是它的实质性的那个核心的特征，它却是不变的，是一样的。这个世界的知名民主理论学者叫做拉里·戴蒙德的，他呢有把它这个归纳为4大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说民主呢，它是要透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来产生政府。第二一点呢，是作为公民呢，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的生活。第三一点呢，就是民主它要保护所有公民的人权。第四一点就是法律和秩序呢，它是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公民，也就是说没有谁是特殊的。那么我们即便是以最通俗的方式来理解呢，这个民主它的基石，它也必须是要包括像集会及言论的自由，像通讯的自由，还有平等权、公民权、选举权和生命权等等这些共通的普世价值，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些方面其实哪一条它都是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呢，民主与这个集权专政它在本质特征上的差异，它与那个不同民主国家在制度形式上的差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中共的诡辩呢，它其实就是在故意混淆这二者。其次呢，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赵高啊，他在朝堂之上当着秦二世的面指鹿为马，他倚仗的呢是他手握大权，他可以公开的去颠倒黑白，谁要是敢说真话呢，那他就会去整治谁。这个真实的案例它虽然很荒谬，但是呢，毕竟它的影响呢只局限于一时一地，对吧？我们看到现在中共的做法，它是不但公开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而且呢，他还要组织一批擅长言伪而辩的那些文人，把它来进行一个理论化、系统化，还要纳入到整个的文宣系统和教育系统，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去进行一个长期化的散播的。所以呢，这个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假以时日啊，将来的很多人他会慢慢的就搞不清楚民主真正的内涵它是什么了。所以呢，虽然大家看到中共现在冲着民主这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觉得他们极其的无耻，也非常的荒谬可笑，但是中共的目标呢，其实它并不仅仅是在着眼于眼前的这个时期，他们是着眼于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布局，就是通过慢性的渗透啊、掺沙子来扭曲跟这个民主的内涵，所以它的破坏力啊是不能小看的。而且啊，中共啊，它还不只是说针对着民主这个概念在这么干，我们要往大了说呢，他们是针对着像人权啊、全球化呀、什么多边主义等等这些高大上的概念。要往具体一点小了说呢，它是针对着像依法治国呀、共同富裕啊，还有小康社会等等这些概念，它都是这么玩的。就是中共它会来另行的给你下一个定义。比如说我们看到李克强他曾经有公开说过嘛，说全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呢只有1000元左右，但是党媒呢就出来理直气壮的告诉你说，这就叫已经实现了全民小康了。你过去理解的那个小康的内涵，那个标准呢，它是错的。现在呢，必须以新华社说的为准。同样的道理啊，
在未来啊，如果说是出现了大家的平均的月收入都被拉到1000元上下的时候呢，党媒同样会出来告诉你说，这个就叫做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到那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惊讶，你说这分明是共同贫穷啊。但是新华社他会告诉你说，实现富裕的途径呢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千篇一律的。你富裕没富裕呢，不是你说了算的，更不是哪个境外势力哪个国家说了算的，而是要由人民来说了才算的，要由代表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我党来说了算的。所以呢，为了配合这一波抢夺这个定义权的舆论攻势啊，我们看到中共啊，它不但是各级内外宣的媒体在集体的进行这种跟进翻炒，同时啊，他们还有安排了外交副部长乐玉成，大家不是也看到了吗？他都有出面出来公开的定性说啊，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同时呢，还让那个古巴驻华大使来公开的出来抬轿子，称赞啊，说中国才是世界民主的榜样等等。还有一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个外交部的美国民主情况的报告中呢，他比较罕见的猛踩了拜登的痛脚，就是说他们开始在质疑2020年大选认证结果的合法性。而且啊，他们还是引用了很多像类似于美国的盖洛普民调公司，还有布鲁金斯学会等等这些智库，以及像华尔街日报等等这些美国媒体的数据和报道，来质疑拜登当选的合法性的。这个呢，它是中共官方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对拜登啊，从这个角度来发起了一个直接的攻击。虽然它的篇幅呢不算很多，但是呢，它却是有指标性意义的。在我看来啊，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性质上的变化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它意味着中共当局对拜登的态度，在经历了数次的通话以及视频峰会以后呢，中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他们判定拜登政府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可以继续用中美合作就是双赢来忽悠了。所以呢，他们不再保留这个余地了。那么，美国的民主有没有问题呢？它当然是有的。这次的大选有没有问题呢？它当然也是有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已经有过非常多也是非常详细的讨论了，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啰嗦了。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啊，民主呢，它的确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美国这棵民主之树呢，尽管由于受到像污染啊，或者是虫害等等各种因素了，导致呢，它现在接触的这个果实呢，它已经不那么香甜，它的味道呢，已经有些变化了。但是呢，它的本质毕竟它还是属于一棵有营养的果树，对吧？中共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中共他把自己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装饰的多么的炫彩夺目、无比的完美，其实它的本质都是一棵罂粟花，它接触的呢都是有毒的果实。这个是二者从它的基因这个层面就已经决定了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好的，我们接着呢把这个话题呢回到这个民主峰会上来说。就是这次峰会呢，它其实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它将宣布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另外一个呢，就是拜登即将要宣布的这个外交抵制冬奥会。我们看到今天一大早啊，是 CNN 首先呢就有报道说，拜登政府呢是预计在本周要宣布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然后呢，很快。拜登政府就在今天中午左右就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它当然就是意味着不会派遣总统或者说是任何的美国官员去出席冬奥会。这个它显然是本次民主峰会的一个配套的措施。那么这个动作它对北京来说无疑就是一记真正的重拳了。因为拜登他在民主峰会之前的2天来宣布这个决定呢，无疑他是有意的留出了一点时间，让来参会的这100多个国家呢，提前可以商量做好一些准备。一方面呢，
美国政府的行动呢，它是不可避免会在这110个国家之中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是告诉了所有的参会者，就是老大我呢已经出手了，你们该怎么做呢？你们就看着办。各路诸侯呢，难得会盟一次，咱们总不能光说不练，对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中共官方暂时还没有做出一个回应，只有那个一向比较鸡贼的胡锡进呢，他在大陆凌晨2点过呢，又翻墙出来就发了一条推文，说这个美国政府是超级自恋，官员呢也大多都是病毒的密切接触者，而且呢这些官员又挑剔又自命不凡，他们就是北京人最不想见到的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表态呢就比较搞笑，对吧？大家看看他和那个阿 Q 就是他挨了赵老爷一巴掌后这不就嚷嚷嘛？你看我都没有把脸伸过去是他自作多情伸手过来打的，所以呢这能算是打脸吗？就不能算嘛，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它是一样的逻辑。虽然这个胡编呢他是努力的想要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状，但是呢需要知道中共官方其实对此是非常在乎的。像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他就有曾经公开的威胁过，说如果美国要坚持抵制冬奥会，那么不但将会要影响中美双方在重要领域的合作，而且中方将会要坚决采取反制措施。所以呢，这个抵制冬奥会，它就是将成为美中在本次民主峰会争夺这个民主话语权之后的第2大战场了。中共它究竟会如何的来报复？包括这股风潮，它是否会与彭帅那个风暴合2为1，引发一个更大的风暴呢？是值得我等吃瓜群众来密切关注的。那么这次民主峰会它另外有一个配套的这个措施呢，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发言人在上周五呢有表示说，财政部呢将在本周内会宣布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以纪念美国民主峰会的召开。这个制裁的对象呢，就是涉及到腐败、严重侵犯人权和破坏民主的人等等。那么美国财政部呢，他们并没有提供被制裁对象的一些具体的信息，但是我们从现在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它主要应该是针对着一些个人来制裁。所以呢，这个动作呢，它虽然是属于民主峰会的一个配套措施之一，但是呢，我觉得它制裁的力度呢，应当是比较有限，因为毕竟这只是第一次首开记录嘛，所以它更多的可能是宣示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而在美中之间真正的堪称是鏖战的第3大战场我觉得它应该是涉及到本次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也就是反腐败。众所周知根据美国官方的公布的信息，本次民主峰会呢，它一共是有3大议题，对吧？它分别是对抗权威主义、对抗威权主义，第2个呢就是反腐败，第3个是促进尊重人权。那么对抗威权呢，它其实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对这个民主的话语权之争了。保护人权，它直接涉及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抵制冬奥会了。而反腐败这一点，相信朋友们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但是可能大家也都会比较好奇，就是说拜登的反腐败，他和习近平的那个反腐败呢，它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那么就在今天白宫的官方网站就有正式的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情况说明书：美国反腐败战略。那么根据这份文件，它的内容说明就显示呢，拜登是在今年的6月3号呢，把这个反腐败又确立成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同时呢，他就下令他的国安团队来制定一项综合的战略。那么这个战略要是一旦实施的话，它将会要提高美国政府预防腐败的能力，更加有效的去打击非法金融行为，追究腐败分子的责任。这个反腐战略它的报告长达38页，它的核心宗旨呢，就是要把反腐败工作提升为整个联邦政府关键部门和机构的一个跨领域的优先事项。
它最主要应对的呢，就是跨国层面的腐败行为，要打击腐败分子及其协助者依靠美国和国际金融系统的漏洞来掩盖其资产所有权和清洗其非法收益的行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呢，有宣布了一项关于以全部的现金购买房地产的一个拟议的法规。那么这一条法规呢，它将在全美范围之内对12个大都市地区售价超过30万美元的住宅物业的交易都要提出一个现行的报告的要求，因为这一点嘛，它是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腐败来源。我们用这个机构代理主任叫做西马毛利达斯他的话来说呢，就是提高房地产行业的透明度，将遏制腐败官员和犯罪分子通过美国房地产市场清洗其不义之财的能力。我相信不少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已经有听出点弦外之音了，对吧？因为这就等于是直接涉及到了大批赵家权贵在美国的这些房产，尤其是某些知名的二来村等等这些地方了。那么这个反腐战略呢，它和习近平为了集权而进行的选择性反腐，它当然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的。就我个人的看法它最主要的影响呢，是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反腐战略它主要的打击对象呢，就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各种渗透腐蚀的行为。如果说这些政策的目标它真的能够兑现的话，那么中共获取海外输血资金的这个渠道就将大幅度的被切断了。这个对中共的经济来说将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相应的呢，那些国际资本巨头他们和中共在过去勾兑闷声发大财的机会呢，在现在以后他们可能就会要变少了，其对各国政府的影响力也就会相应的下降了。这个它在事实上呢，它会加剧中共与国际社会的金融脱钩。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是美国制定的一个新规来巩固其金融霸权的重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战略它依托的呢是 G7 和 G20 的这个国家集团来大家相互之间进行合作。那么这2个集团呢，它其实就囊括了全世界所有最发达的经济体，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在内。如此一来，大家看到了吗？中共它就将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处境。它如果不遵守美国的这些新规，它必然就会面临着被边缘化或者是被出局的危险。但是如果说他来遵守美国的这些规矩，那么中共不就等于是被捆住了手脚吗？他将会失去另立新规来和美国争霸天下的本钱，对吧？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个战略它将会冲击到中共高官在美国隐藏的很多的财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这个对中共高层来说才是真正的噩梦。它甚至有可能会加剧高层内部保权和保钱这2大派系之间的分裂，以及那种矛盾的尖锐化。当然，目前我们仅仅是从这个文字上来看这个反腐战略它看起来势头是挺猛的，它最后究竟能够落实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呢，在几天前美国证监会就是 SEC 了，他们有正式的发布了外国公司问责法的一个实施的细则。那么这个细则它就规定这个中概股呢是必须要接受严格的审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属于这个反腐战略其中的一部分了，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动作了。所以呢，看起来就是在川普打完贸易战以后呢，拜登的策略他是在接着打金融战。其实这2者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打击中共的钱袋子。那么就在2天前备受习近平信任的那个经济国师叫做李稻葵的，他突然就在这个第14届金麒麟论坛有发言，来放了一个风。放什么风呢？就是他说未来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要准备好过苦日子了。那么这个放风啊，它是通过一家亲共的港媒给正式的发表出来的，所以它应该是经过了默许的。那么我早就说过了，就说习近平啊，他要与美国来一争高下的一个基本策略，他其实并不新鲜。说穿了，他就是毛泽东当年那个备战备荒的一个翻版而已。这个趋势啊，我们看到它恐怕已经是难以逆转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